比特币的铁底在哪里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从日线上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目前比特币它已经突破了我们前面震荡了非常非常久的箱体了，并且我们在前面，包括从日线上、周线上呢，我们都做了，在10月23号的时候呢，这根 K 线啊，它都可以算是一个强势出现，强势出现。那这个强势出现啊， JOC 它一旦出现了之后呢，那我们原本突破的价位，或者说原本的箱体呢，它就是很不容易达到，很不容易回去的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之前呢就有很明确的例子了。我们当时在下方呢，它也是走了一个吸筹箱体，那往上突破之后，我们当时在1月12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强势出现的这种表现了。OK， 那强势出现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箱体的上缘啊往右边拉，你可以发现啊，它不管怎么回调，它都没有回到我们之前箱体的下缘，都没有了，都没有再走回这个箱体之内。那当然了，箱体的最上面呢，18500也是在我们后续的回调当中呢，再怎么样也没有碰到的。我们当时的最低的价位呢，是到了19500，19500是没有回去18500的。那我们虽然说现在呢，它会往上涨，还是直接往下就回调了，这个说不太清楚，或者说我们也很难以知道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呢，一旦它产生了回调呢，我认为它是无论如何都一定会在箱体的上缘上呢给站稳的。那我也会认为这个铁体的位置啊，大约会在32500。当然了，我们保守一点，我们可以抓32000，但我认为32500它就是一个很铁的底部了。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哦，即使它后续是往上走，比如说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涨完之后呢，我们产生了震荡，即使它后面是往上走了，它一旦产生了这种大幅的回调呢，我们之前箱体的上缘啊，它所形成的底部呢，它也会形成非常非常坚实的底部哦。除非我们到上方，它真的形成了一个够大的一个区间之后，然后下破。那以目前来看呢，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。我们目前震荡的时间呢，不过是2个礼拜，再顶多多一点点而已。那我们当然前面呢还有非常非常多例子，比如说呢，我认为我们之前在519后续所走的这个震荡的箱体，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了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当时在下方啊走了这个箱体呢，走了89天之后，然后我们终于在8月6号的时候呢，确认我们走了一个强势出现了。那这个强势出现之后呢，我们后续它还是继续震荡的往上涨。那后面开启回调了没关系，后面开启回调之后呢，我们依然在这个箱体的上缘啊去找到底部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个位置呢，它就完美在箱体的上缘获得支撑了，它也是我们前期呢强势出现所突破的位置。那这个位置它就会形成我们这波多头的铁底。也就是在这里抄底，回调在这里抄底，或者说以这里作为底部去抄底的话呢，绝对是没错的。那还有一种可能啊，就是我们经历了真的很久很久很久的行情之后呢，很久很久的时间之后，然后我们又重新再回到这个箱体了。那这个时候就不值得抄底，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这波多头呢就已经结束了。所以哪怕比特币呢，它再以任何的形式再重新回到了32000之下的话呢，只要我们震荡的时间是不够的，那么我们都可以确认，我们这一波多头呢，其实也已经走到头了，我们也不值得再抄底了。所以我认为绝对是可以把32000当作是一个坚实的铁底部的位置啊。那当然也不止这几个例子，我们前面呢，其实还有更多可以说明的例子哦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当时在2019年所形成小牛的底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当时在这个底部的时候，我们又走出一个箱体。那这个箱体呢，它随后它是并没有进行测试的。当然，我们在4月2号的时候呢，我们进行了强势出现。那我们走强势出现之后呢，它就没有再进行回撤了。当然，不回撤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哦。我们到刚刚看过的几次案例呢，它都是有进行回撤的，不管是先上涨之后再回撤，还是就直接进行回撤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当时2019年所形成的底部，它是没有进行回撤的，并没有。当然也可以不回撤，它就走得很强势。不过你可以发现，我们到后续呢，312它还是在我们接近箱体顶部的位置给撑住了，它并没有再回去我们箱体的上缘。那我也会认为我们目前呢走的行情啊，跟当时呢十分的相像，跟之前走的很相像。我们是有酝酿行情的过程，酝酿完之后呢，我们才往上走的。那往上走之后，我们下方的区域呢，就是庄家主力建仓筹码的位置，它就绝对不应该被轻易的达到哦。如果再被轻易的达到的话，那我们对这波多头呢，真的就要抱持的一种很怀疑的态度了。那我以
目前的行情来看呢，我认为是没有这种迹象出现，所以只要在32000以上呢，只要我们回调在32000以上啊，我认为跌得越低就会抄得越多，至少我个人是一定会这么做的。好，那当然了，我们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不会回调了，它不会再直接走这种很大的回调，或者是说我们不会见到这种很明确的回调，它就会直接往上走，有可能啊直接就往上了，然后往上之后呢，或许我们到了某一个阻力，我也不清楚会是什么位置，或许是4万呢，有可能是45000啊之类的，或者说可能往上一点38000，不知道，这也是猜不出来的。那我们到时候呢，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回调，有可能回调是现在，有可能不是现在。那如果出现的话呢，这个32000啊，它也会形成一个很坚实的底部哦。所以到时候如果又回到这个价位的话，我认为再抄底的话，也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有可能它现在就直接回来，那回来的话当然是更好，这样就没有踏空的风险嘛。那直接回来的话，其实做多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那如果说上去的话，32000呢，它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实的底部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4小时吧。回到4小时呢，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比特币它正在测试一个上升趋势线。那这个趋势线会不会破呢？不一定。但如果破了的话，我相信它确实能带来一波回落，能带来一波回调。那尤其我们在4小时呢，我们也出现了一个顶背离。你可以发现我们的价格呢，它创造了新高，但是我们的 MACD 的快慢线它是在降低的。那这就形成了背离形成背离就表示我们多头的强度呢，它是有在衰竭的。那有衰竭，如果再配合我们趋势线呢被跌破，然后我们的快慢线呢往下穿过零轴的话，那确实蛮有机会可以开启一波下跌的。那如果开启下跌的话，我第一个会注意的价位就是在34000这个地方。那34000的话，那我就会先抄一点那如果到了34000再更往下的话，当然我前面已经超过一波了。那如果说再更往下的话，33500，目前我个人是比较在看这两个地方34000跟33500。那如果说33500也被破了的话，那我们就有机会去测试到32500。不过我认为33500的这个底部呢，还算是挺坚实的，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在整个震荡的区间呢，我们还是靠上方去做震荡的，那下方它基本上很少再回来到了，除了我们刚刚突破的时候有回来之外呢，后面都没有再回来过了。那要回来，我认为是挺不容易的。但是34000这个位置呢，如果跌破的话，我认为是可以看得到的，甚至到33500的这两个点位。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，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，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。那 BigGet 你现在只要做任何一笔交易，你就会获得$20的体验金，真的很优惠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链接。那 Bybit 你是可以直接把现金给提币走的，这真的很优惠，甚至不用做任何交易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